伴随着俄乌战场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开始有越来越多类似亚速营一般的乌军部队不听号令，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妄为。一起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根据俄罗斯塔斯社官方凌晨报道，一颗来历不明的导弹被发射至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地区。导弹在别尔哥罗德靠近乌克兰的边境上爆炸，造成4名俄军受伤，不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俄军内部的消息表明，袭击俄罗斯本土的导弹是由乌军控制区域内发射的。随后，别尔哥罗德地区的官员表示，此次导弹的爆炸地点离红色十月村不远，没有造成平民伤亡。不过，根据乌克兰社交媒体的报道，这是乌克兰第19导弹旅单方面发起的一次军事打击行动。乌专家声称，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俄罗斯有一些军火库，而这些军火库提供的弹药正在杀死乌克兰人。因此，第19导弹旅对别尔哥罗德地区的弹药库进行了精确打击。根据现场居民拍摄视频的画面来看，导弹似乎成功地击中了弹药库，弹药库随即熏爆。随后，乌专家声称，乌克兰人将把俄罗斯军队直接带入地狱。俄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一次下课上行动，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亚速营、顿巴斯营和第19导弹旅为首的极右翼部队，已经在战场上发生数次下课上的行为了。这不由得让俄方怀疑，乌克兰政府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约束自己的部队。如果不能的话，俄乌双方的谈判将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在俄乌新一轮谈判期间，在北线的俄军大部已经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乌克兰第19导弹旅却突然向俄境内发射弹道导弹，给人有一种乌克兰企图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错觉。而第19导弹旅只是隶属于乌克兰陆军司令部，换言之，只听从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和总统的命令。此次擅自发射导弹的举动就是其中的右翼分子所为。第19圣巴巴拉独立导弹旅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唯一的导弹旅，该旅装备有战术导弹系统原点 U， 它直接隶属于乌克兰陆军司令部。根据乌军的官网显示，该旅的主要作战任务是通过对敌方部队和重要军事目标进行导弹打击，这支部队也是乌克兰军队手中的王牌。该旅下辖4个原点 U 短程导弹营，装备的原点 U 短程导弹是苏联时期的遗产。这种导弹是弹道导弹，具有速度快、威力大等特点。乌克兰在开战之际大概有近100枚原点 U 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给予俄军和平民百姓造成了不小的杀伤。2月25号，第19独立导弹旅便使用原点 U 弹道导弹重创俄军前线机场，顺带击毁了几架俄军战机。3月14号，第19独立导弹旅向顿涅茨克平民区发射原点 U 弹道导弹，而且还使用了惨无人道的子母弹攻击平民。幸亏被俄军 S-300 及时拦截，但是也造成了40多位平民的死伤。据传，下达此次袭击平民的命令是第19独立导弹旅内部的极端右翼分子。这又是一起经典的下课上行为，在其直属上级不清楚的情况下，擅自向平民发动攻击。其他的右翼分子也是这样，如亚速营在毙伤其乌军战术集群的中将司令后，其指挥官竟然还被授予了乌克兰英雄称号。而一些地方民团和乌克兰寡头的私军，对于乌克兰政府的指挥命令，也就是仅限于口头上敷衍。胡歌认为，乌克兰的部分军队正在呈现出军阀化迹象，他们有乌克兰寡头的金钱援助，而且还有自己控制的矿区作为经济来源，后勤军饷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没有乌克兰正规军那么依附于政府。这就导致开战后这些部队拥兵自重，成为乌方内部的一个极不稳定因素。而乌克兰政府也是自身难保，抵抗俄军已经够让他们费劲了，而且他们现今巴不得让这些右翼极端分子上阵一线抵抗俄军，毕竟他们反俄狂热，是极好的耗材。因此让他们和俄军死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所以乌克兰对于这些极端组织还是进行招抚的工作，不会轻易刺激他们。说到底还是有利用价值。不过对于俄军来说，对于这些下课上的极端分子，俄军可没有乌政府那么多耐心，而是直接重炮上阵，温压弹问候，将其全歼才会罢手。